这真的是 LV 赢了官司，还是输掉了全网消费者？最近一场商标案突然冲上热搜。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5号。最近 LV 告茉莉奶白赔偿1030万，一审判决完，法庭上赢了，热搜上输了。有人说 LV 赢了1000万，输了10个亿商誉。这场官司 LV 赢得太贵了。国内网友一边倒的支持茉莉奶白，并且都在发问 LV 有没有资格告茉莉奶白，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应呢？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请看视频。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这是著名奢侈品牌 LV 打赢一场商标官司之后登上热搜第一的评论。7月2号，苏州中院判茉莉奶白侵犯了 LV 7件4叶花卉商标，赔1030万元。但吊诡的是，法庭上 LV 是赢了，但热搜却不是 LV 胜诉，而是这句话引发了全网刷屏。相当于是 LV 赢了1000万的官司，却输了10个亿的商誉。这场官司赢得太贵了。先说法律层面，一审判决认为 LV 持有4叶花卉图形的注册商标属于驰名商标，受到跨类的保护。而茉莉奶白门店装修产品包装上用的4叶花呢，跟 LV 的老花图案构图确实高度相似，按照商标法侵权成立。但公众不买账，为什么呢？因为网友扒出了 LV 老花图案的族谱。1896年，路易威登的儿子乔治威登设计出了 Monogram 老花图案，官方说法是为了纪念父亲，但灵感来源呢是日本家文。而日本家文中的4瓣团花菱格花卉本源是隋唐时期随着遣唐使传入日本的宝相花纹。完整链条是这样的：中国唐代宝相花传入了日本，演化为家文。19世纪法国设计师受日本风影响，在1896年创作出了 LV 老花。网友们还直接甩出了文物，日本正仓院珍藏的唐代罗甸紫檀5弦琵琶上面满腹同款对称的4瓣团花。这把琵琶是1300年前唐玄宗和杨贵妃御赐给日本的。换句话说，这个花纹在法国人还没有听说过的时候，已经在中国和日本用了上千年。更扎心的是，有人还翻出了苏州园林的传统纹样，海棠纹、枝花纹、湿地纹跟 LV 老花放在一起几乎是一模一样。网友们说，按照这个逻辑苏州园林也该被 LV 告一遍。LV 这么做不就是欺负古代人不会注册商标吗？这就是 LV 引爆的第一个情绪点：大品牌欺负小品牌，尤其是外国品牌欺负中国品牌。在法律上 LV 是维权，但公众心里呢 ，LV 是拿着中国古人的东西反过来告中国人。你说这算不算文化抄袭呢？第二个情绪点更深，大品牌祛魅，本土文化觉醒。过去10年，中国消费者撑起了全球奢侈品增长的半壁江山，但2024年中国奢侈品市场下滑了17%，2025年再度收缩了3%到5%，2年蒸发掉一个中型奢侈品集团的年营收。LV 集团2025年全年营收是808亿欧元，同比下降了5%。核心的时装皮具部门下滑了8%，净利润跌了13%。贝恩公司的数据更扎眼，2024年 Z 的奢侈品消费骤降7%，相当于市场蒸发了57亿美元。奢侈品正在经历着开型的分化，顶端高净值人群依然在买，但中间层在加速流失。曾经拥有一个 LV 是身份象征，现在年轻人开始问，你一个抄了唐代花纹的品牌，凭什么告一个卖茶饮的本土品牌呢？这就是相当于赢了1000万的官司，却输了10个亿的商誉。1030万赔偿还没到账，但 LV 商标设计抄袭了中国古人的印象，已经在公众心智里完成了判决。这个判决没有上诉期。有人会说，公众情绪不等于法律事实，没错，但后真相时代，公众情绪是有严格价值观驱动的。一旦你突破了认知底线，反噬就来了。LV 的商标在法律上没有毛病，但在文化根基上，公众认为你才是粉饰自我的小偷。当0个人会因为 logo 像 LV 才去喝茉莉奶白成为共识，当 LV 身后空无一人霸榜热搜，你赢的就不是一场官司，而是一场公关灾难。更微妙的是 LV 现在骑虎难下，不打官司呢，商标保护失守，以后谁都能用4叶花；打官司呢，每打一次
都把宝象纹、日本家纹、LV 老花这条文化溯源链条再传播一遍。不打是输，打了也是输。这就好比你家里挂着祖传的字画，突然有人拿着拍卖证书说这是他的，法律上他有证，但全村人都知道这画是你太爷爷的。茉莉奶白创立于2021年，目前2347家门店，过去1年增长了101%。2023年使用了这个新标志，如果最终败诉呢，不仅要赔钱，还要重新装修门店，意味着一笔不菲的投入。但不管终审结果如何，在这场舆论战里面，一个卖奶茶的品牌赢了全国网友的同情，而一个100年奢侈品巨头却赢了个寂寞。所以这件事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商标法，而是一个商业命题。在后真相时代，法律判决和心智判决是两回事。法庭上你可以赢，但一旦公众用价值观给你投了反对票，你赢回来的每一分钱都是在透支品牌信誉。赢了官司，输了情绪，这才是 LV 这1030万花的最贵的地方。网友认为这分明是欺负古代人不会注册商标，更有人说这不是单纯的商业纠纷，而是文化战争。我们一起来看看站在律师的角度怎么说，直接看视频。就在今天，苏州中院就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茉莉奶白在品牌 logo、门店装潢、产品包装等多处使用的四叶花卉图形侵犯 LV 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茉莉奶白总部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30万元，合计是1030万元。而且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的一个加盟店还要在1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目前茉莉奶白的创始人张伯成表示将要上诉。可能很多人都在想，茶饮店和奢侈品八竿子打不着，怎么就侵权了？这是对商标法的常见误解。商标的保护范围并不只是局限于同类商品，有的时候只要是商标近似就可能侵权。那按照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构图及颜色相似，容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解。这里面一个关键词就是相关公众，也就是购买 LV 的人和看到茉莉奶白四叶花标志的人有可能是同一批人，主要就是看这些人看到四叶花图形会不会联想到 LV。 你们会不会联想到我不知道，但是从判决来看，法院是认为会的，所以才判定了茉莉奶白商标侵权。那这1000多万的赔偿是怎么算出来的呢？商标法第63条规定，商标侵权的赔偿数额按照4个方式来确定。一是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二是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三是参照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四是如果前面3个都确定不了，法院可以在500万元以下酌情判定赔偿金额。那这个案子里已经判赔了1000多万，已经超过了法定赔偿的500万元上限，说明法院不是用法定赔偿。加上 LV 目前好像也没有进行过商标授权，所以也排除了第3项，那就只剩下第1项和第2项。但是第1项吧，因为别人用了自己的一个商标，导致自己损失了多少销售额、多少品牌价值，这个证明难度也很难，所以大概率就是按照茉莉奶白的侵权获利来计算的。那茉莉奶白上诉还有没有机会翻盘呢？说实话，我觉得够呛。一般来说，这类案件2审法院会重新审查商标是否近似，如果茉莉奶白能够证明自己使用这个图形商标主观上不是恶意搭便车，而是独立设计合法使用，那才有翻盘的机会。但现实是，茉莉奶白自己申请注册的相关四叶花卉图形商标目前处于驳回复审或无效状态，说明国家知识产权局也认为这个商标已经不能注册了，这一点对茉莉奶白非常不利。所以我认为2审最多把赔偿数额调低一点，但是侵权认定被推翻的可能性很小。很多新兴品牌早期为了快速扩张，对商标的原创性和侵权风险审核不严，看见什么好看什么流行就往自己的品牌 logo 里加，等做大了出名了，被权利人盯上了，才发现自己埋了一颗雷。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商标可不是小事，开店之前先查商标非常有必要，哪怕你是很小的店也要注意，毕竟现在可是有愚见小面的前车之鉴了。看到这里，想必大家也了解的差不多了。那么法官是怎么看的呢？
法官说，四叶草的图案呢，在人类传统文化和现代创意中被广泛使用，并被赋予了比如说幸运等不同的含义。法官先认了四叶草不是 LV 发明的，但是后面的话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关键。法官说，涉案商标经过了细节设计，包括线条细节、线条弧度以及交叉方式等等，并非简单的几何图形，体现了设计者的理念和思想表达。翻译成白话来说，就是四叶草谁都可以画，但是 LV 画出的那个具体版本是受法律保护的。这就是法律里面的两个概念，保护的是具体表达，而不是抽象概念。法官还说，这个四角形图案呢，脱胎于路易斯威登 Monogram 的组合商标。随着这个 Monogram 的组合商标使用后，或者说是知名度，这个四角形标识本身也具备了一定的辨识度。简单来说， LV 这套线条设计用了几十年了，已经和 LV 这个品牌绑定了，消费者看到它会先想到 LV， 而不是四叶草这个抽象的概念。而且判决书里面还有个细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茉莉奶白自己在中国申请的包含四叶花卉的图形商标都没有成功。现在是什么状态呢？商标无效，或者说是驳回待复审。茉莉奶白大概申请了4次，一个是2023年申请的被判无效，然后是2024年3月申请的也被判无效了，紧接着2024年8月申请的2个全部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初审驳回，理由是与在线商标相同或近似。这个在线商标指的就是 LV， 也就是说，茉莉奶白自己的商标申请之路走的每一步都在印证同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图案与 LV 太像了。有网友说，之前不知道茉莉奶白，谢谢 LV 给茉莉奶白做了广告，想要多买几杯作为支持。这不是商业上非常清晰的案件吗？人家注册了商标图案在先，后者图案也确实相似，法院也做出了相应的裁决，怎么网上会一边倒成这样呢？按照他们的逻辑，只要一件东西出现的更早，而且长得有点像，后面的就是抄袭。其实这就是文化传播吸引和再创造，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你看，苹果公司没有发明苹果，百度也没有发明熊掌，四叶草作为植物肯定和抄袭没有什么关系吧。当然了，品牌故事一定可以被质疑，但要推翻它，你至少有设计草图、图册、旅行记录，或者设计者接触过某件中国文物的证据吧，而不是把2张图片缩放到差不多大小，说你看他们抄袭。更关键的是，茉莉奶白面对的是商标案件，不是在比赛谁最早画出了4瓣花。商标判断要比较具体图案的整体构图、主要部分，以及是否可能让消费者混淆双方的商业来源。唐代有4瓣花，可以证明 LV 没有发明4瓣花，也不该垄断世界上所有的4瓣图案，但它不能自动证明一个现代品牌使用与 LV 具体商标非常相似的图案就一定不侵权。我不是在给 LV 站队，也不是说西方从来没有借鉴过中国，我只是反对用民族情绪代替证据。其实大家多走多看就会知道，4瓣花、菱形、回纹、棋盘格、动物首饰本来就是人类长期共享的装饰语言。所谓文化自信，不是盲目的喊说这个是咱老祖宗的，那个也是咱老祖宗的，来精神胜利，而是咱们自己多看多研究自己的文化和艺术。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